耀武，你快加入共产党了吧？我倒是想加入，可人家不要我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老婆孩子还在边等着我呢，我可不想一辈子蹲在这个地方。就在刚刚，杜聿明在从刘安国口中得知老蒋不仅没有感激他带病上战场指挥，还把东北和中原战场战败的责任都归到了他头上，更骂他是千古罪人，一时怒火攻心，直接晕倒了。而王耀武在了解情况后，知道是有人故意挑事，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便站出来为杜聿明说了几句话。我说你们不知道杜聿明身体不好有病吗？难得出来晒晒太阳，你们跟他扯的。我们也不过随便说几句，谁知道他脆弱成那样？亏他还指挥过几十万大军。刘安国也在这个时候趁机洗脱自己的嫌疑。我们也不想说呀，是他自己问的。这是功德林，不是南京饭店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总得有点分寸吧。王耀武可是出了名的抗日名将，打小鬼子的时候那是战绩显赫，如果当初不是选错了路，说不定他在我党真就能有一席之地。现如今只能进入功德林，但王耀武看得很明白，大家现在都沦落到这幅田地了，就应该互相扶持，而不是搞以前派系那套勾心斗角，因为他始终坚信只要认真改造就能重获自由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老婆孩子还在边等着我呢，我可不想一辈子蹲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想出去呢。你们谁要是不想出去，你们就胡闹，胡闹吧。面对王耀武接受改造的态度，让以黄为刘安国为首的顽固派和余中派不禁不屑一顾，认为他想出去纯属异想天开。他以前不这样啊，说明他从前就是个投机分子。他想讨好当局，早点出去呗。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，战区司令长官，想出去重新投胎吧。果然黄维不管什么时候都以国民党那一套顽固思想面对当前的现状，从来不相信我党的宽容政策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这也为日后他成为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埋下伏笔。晚上躺在宿舍休息的刘安国回想着王耀武白天的话，共产党对我们还算优待，我们没有必要给人家添麻烦。我可不想一辈子蹲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想出去呢。但他并没有听进老王的劝告，而是想着怎么样才能把王耀武拉出积极改造的队列。到了第二天，功德林让学员分队各自写自己的人生简历，但很多学员都害怕留下把柄，日后被我党清算，都刻意避开围剿我军时期的经历不写。而王耀武因改造态度较好，特意被功德林的政委单独约见，希望他能好好的写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，并告诉他只要配合改造以后一定有出去的机会。回到宿舍的王耀武也确实积极地投入到了写简历当中，但在一旁想搞事的刘安国却瞅准机会凑了上来。他表示有一个经历，只要你写进简历里，就能成为你王耀武的加分项。你在济南被捕之后，解放军让你喊话，鼓动淮海战场的国军放下武器，停止抵抗，投降解放军，有这事儿吧？王耀武听后也不否认，询问刘安国是怎么知道的。刘安国表示，当时他就在南京国防部办差，以王左公的广播24小时巡回播放，国军上上下下都在讨论呢。王耀武听后满脸震惊，赶忙询问刘安国老蒋对待此事有什么看法。软骨头，软骨头！真是看错了你以往的王耀武。通知国防部取消他王耀武以往的一切荣誉。听到刘安国这么说，王耀武瞬间呆住了，一屁股就坐在了板凳上，双眼无神地看着桌面。他实在想不到老蒋也会这样对他，受不了打击的王耀武直接晕了过去，随后便被众人送到了医务室抢救。刘安国也凭借一张嘴，成功放倒了2名国民党军中的最高战区司令。我要抗议！你抗议什么？你们给我们吃的是什么？什么高粱米、玉米、小米都拿来给我们吃，你们拿我们当牲口。我要吃红烧肉，我们想吃顿红烧肉都要求了多少回了，到现在都没有吃上一顿。大早上就想吃红烧肉，给你2巴掌，你吃不吃？自从跟蔡守元在宿舍打架的事件后，叶立三依然不老实，伙同刘安国开始搞事情。在顽固派里，刘安国凭借一张嘴，先后放倒了杜聿明和王耀武，以立战功。现在该叶立三出场了。
所长王英光听到他的要求都给整笑了。在当时内战还没彻底平息的年代，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还想吃红烧肉。对于叶立三这种无理要求，王英光自然无法满足，但他还是承诺等到新年的时候一定给他们做一顿红烧肉。等不到新年了啊！我对你的解释不满意。你不会是怀疑我们贪污了伙食费吧？没这个意思。共产党要是贪污，也不会到今天。你这话说的还是有点良心。叶立三虽然嘴上说没这个意思，但其实心里依然有这个怀疑。王英光为了打消他的疑虑，便说出了他们的伙食标准：学员分队大灶，每人每月10块钱；如果出现伤病，那就单独开小灶，每人每月16块钱；每逢中秋等佳节增加1块钱。就这么点伙食费，这就是虐待。我们不够吃，严重不够。你跟我来。王英光见叶立三这个态度，一看就是在国民党娇生惯养带来的毛病，于是便带他来到了干部食堂。因为学员跟干部2个食堂是分开的，王英光让他亲眼看看他们干部吃的4块钱的伙食标准。但叶立三依然不死心，他认为王英光是干部，每个月都有工资领，可以自己去外面吃。我们确实是有津贴，可你知道我们的津贴是多少钱吗？多少？普通的战士每个月是2块钱，我是正团级的干部，每个月是4块钱。不可能。没什么不可能，而且你们的生活用品是公费开支，我们的生活用品，牙膏、牙刷、脸盆、肥皂，全部都需要自己购买。在饭堂上找不出毛病的叶立三，最终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王英光也把这搞笑的一幕分享给了一同吃饭的政委几人。不说还好，一说起来，搞得大伙都想吃红烧肉了。让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想吃红烧肉。我看你像红烧肉。为了让战犯们清楚自己的生活待遇，王英光跟政委决定把战犯的待遇标准公示出来，所有的标准精确到1双袜子，甚至是1包牙粉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标准已经很高了，这远远超过了咱们国军作战部队的标准。关键是你共产党说发什么，到时候就一定实现。是啊，咱国军呢，从来都是标准归标准，口惠而实不至，供给不到，先打欠条，然后不了了之。行了，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，给几张手指就感恩戴德，出息！想搞事情没搞成，反而让我党又收获一波人心，让叶立三心里很不舒服，不由得发泄心中的不爽。也就我军宽容大度，不然他怎么敢在功德林里大放厥词？但王耀武连忙拉走他，告诉他做人收敛一点，上什么山就唱什么山歌，进什么庙就拜什么佛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功德林，又不是你的兵营，你能不能收敛点？枪打出头也好。与此同时，王英光正在跟政委一起观看王耀武的简历，因为王耀武改造态度较好，交上来的简历塞满了整个文件袋。两人一边阅读一边称赞王耀武的表现，并表示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，王耀武是最有可能重获自由的一批人。但有人配合，自然就有人抗拒，叶立三就是其中之一。你的这份简历才写了不到200个字，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撰写个人简历的要求。都是过去的事儿，没什么意思，不说也罢。政委还是希望叶立三能详细的说明自己前半生的经历，但叶立三顽固的态度依旧坚持闭口不谈，劝说无果后，政委只好送客。看着叶立三走出会议室，政委强忍已久的怒火终于再也忍不住了。